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教的桃子，今天来教大家制作一款向前手机包，增大钱款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这款包包由主体、服装、五官、头发、装饰和包带组成。先钩织主体，由手、脚、身体和头组成。首先来钩织手，有相同的两只，都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针法有 X 短针、V 短针加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先单环起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起针的大洞里钩6个短针，完成后收好线圈。最后钩一个引拔针连接，拉紧。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有线头的这一面是反面，另一面为正面。下面来钩第二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接着钩短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里钩2个短针。钩的时候收好线头，往下把这一圈钩完。完成后引拔拉紧，这样第二圈就完成了。开始的线头收了一圈，可以剪断了。接着来钩第3圈，括号里的针法表示为一组，乘以几表示重复钩织几次。先来钩第一组，先钩3个短针，然后钩一个短针加针，这样一组就钩好了。对照表格把剩下的组数钩完。完成后引拔拉紧，这样第3圈就完成了。往下大家对照表格把剩余几圈钩完，后面括号所表示的意思与这里第3圈相同。不加不减针圈表示一针对应一针钩织，钩完后的针数和上一圈相同。钩好后预留一点线头断线即可，然后再钩一个相同的手即可。钩好后放一旁备用，这样手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脚的钩织，脚也是有相同的2个，都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一个预留一点线头断线，另一个不断线，大家对照表格将脚也钩好即可。
脚勾好后，接着来勾织身体，先连接两腿，然后绕圈向上勾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 A 短针减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接着不断线的脚，先勾11个锁针，然后取出断线的脚，从第一针开始勾织，对照表格里的针法勾。到了锁针位置，依次调锁针的一根线，对应钩短针。这里的锁针勾好后，继续在另一只脚勾织对应的针法。勾好后，又到了锁针位置，调锁针剩余的2根线，对应钩短针。勾好后，与第一针勾一个引拔针，拉紧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往下大家对照表格，一直勾完前16圈。前16圈勾好后，接着来勾第17圈，先勾12个短针。接下来的2针需要取出手，同时勾织，将手的正面与身体正面相对，然后从手第一针从反面穿出，再从身体对应的一针穿入，同时勾一个短针。接着再从手最后一针和身体相邻一针，同时勾一个短针，收好线头。完成后，继续对照表格勾织对应数量的短针。后面钩织时收好线头。接着取出另一只手，按照同样的方法与身体同时钩织。
然后对照表格把剩余的针数勾完。完成后引拔，拉紧，这样第17圈就完成了。接下来钩织第18圈，先钩11个短针，接着钩一个短针减针。来看一下，一个针目有这样的2根线，靠近自己的这根是前半针，远离自己的这根是后半针。这针需要同时挑身体一针的前半针和手第2针的前半针钩织。注意，这里从正面穿入，钩好后继续在手相连一针钩一个短针，接着钩4个锁针，然后在手第16针钩一个短针，然后在第17针和身体的一针钩一个短针减针，对照表格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。到了另一只手位置，挑身体的半针和手的半针钩一个短针减针，然后在手相连一针钩一个短针，接着钩4个锁针，手的第16针钩一个短针，手相连一针和身体的一针钩一个短针减针，往下把剩余的针数钩完。完成后引拔拉紧，这样第18圈就完成了。后面大家对照表格把身体剩余圈数钩完。身体最后一圈，除了连接的引拔针，其他引拔针都不需要拉紧。往下大家对照表格把身体钩完。注意，最后一圈钩引拔针连接时，挑最后一圈第1针的前半针钩织。钩好后不断线，这样身体就讲完了。身体钩好后，最后来钩织头，沿着身体向上绕圈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接着之前的线头钩织，这一圈需要挑前半针钩织，引拔针位置就挑引拔针辫子的前半针钩织。对照表格把这一圈钩完。
完成后引拔拉紧，正常调针目引拔。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一直勾完第20圈。前20圈勾好后，接着来勾第21圈，先渡线到第12针，将线圈拉大，把线团或者织物从线圈里面穿过，拉紧，然后在第12针将线勾出，将渡线稍微拉松一点，往下对照表格钩织，渡线位置钩织时包裹渡线，钩好后引拔拉紧，这样第21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22圈，先对照表格针法钩织，最后一个短针减针钩好后，对照表格钩对应数量的锁针，剩余针目不钩织，与第一针引拔拉紧，这样第22圈就完成了。下面第23圈不加不减钩织，遇到锁针位置时，调锁针的1到2根线钩织，钩好后引拔结束，然后预留一点线头断线即可。这样第23圈也讲完了。下面来钩织第24圈，用刚刚的线头在第23圈对应针数上接线。然后对照表格钩织，钩好后把剩余的几圈也钩完，全部钩完后预留约25厘米的线头，断线进行收口。下面演示一下收口的方法，把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将最后一圈捏扁，把相对的针目缝合起来。最后把线头打结藏好。
这样头就完成了。下面在头开口位置缝上拉链，拉链头在哪一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确定。缝合时可以将主体翻过来，然后将拉链的正面和开口相对，缝好后，多余的部分可以剪掉，也可以放在包包里面。如果不好翻，也可以在正面缝合。将拉链放在开口里面，然后挑织物表面的线圈和拉链缝合。下面演示一下拉链的缝合方法，先学习方法，然后再动手缝合。拉链放在居中位置，沿着开口位置缝合。剪取一段1米左右的线头，穿入缝针。对折，末尾打结，距离牙齿下方1点位置进行缝合。先在织片反面固定线头，缝合时线迹不要漏到正面，调表面的线，缝合。大家可以稍微缝得密一些，让其更加美观。我这里间隙较大。完成后，打结长线。
为了缝合牢固一点，可以返回再缝一次。缝的时候，沿着拉链翘起的边缝合。这里我就不缝了，这样一侧就缝好了。接下来缝合另一侧。边缝边试拉一下。完成后，将这里固定一下。大家多固定几次。完成后，打结藏线。这样拉链就缝好了。到这里主体就全部讲完了。下面来制作服装，分为上衣和连衣裙。先制作上衣，由袖子和前后片、领口钩边组成。首先来钩织袖子，有相同的两个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往返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起好对应数量的锁针，然后将锁针圈起来，与第一个锁针的里衫钩一个引拔针连接，下面来钩织第一圈。对照表格调里衫钩对应的针法，钩的时候收好线头。钩好后，与第一个短针引拔连接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把第二行钩好。第二行钩好后，下面来钩织第三行。先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翻面。K 表示空一针，空过一针不钩，再相连一针开始钩对应数量的短针。
钩好后再空一针，钩一个短针，引拔针位置不钩，这样第3行就钩好了。往下大家对照表格，把袖子剩余几行钩完。钩好后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，然后再钩一个相同的袖子，这样袖子就讲完了。下面来钩织前后片，也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往返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，先起对应数量的锁针，完成后来钩织第1行，倒2表示从倒数第2针开始钩织，挑上方的半针，钩织表格里的针法。钩好后第1行就完成了。往下大家对照表格，把前后片钩好即可。钩好后都预留约20厘米的线头端线，这样前后片也讲完了。前后片都钩好后，把袖子与前后片缝合好，将前后片最后一行都朝下，且最后一行的正面这一面为衣服的正面，把袖子缝到上方两边袖笼位置。下面演示一下方法，大家先学习方法，再动手缝合。把前后片的两边先缝合起来，把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挑边缘的1到2根线缝合。缝好后，将线头在衣服里面打结藏好。然后将另一边用预留的线头也缝好即可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它缝好。前后片缝好后，将袖子缝到袖笼位置，把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先把袖子最后几行侧边和衣服侧边缝合，
缝合时边缝边调整。袖子第一圈空的几针与袖绒下方这里缝合。另一侧按照同样的方法缝好。缝好后，将线头在衣服里面打结藏好。这样一个袖子就缝好了。另一个袖子，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它缝好。下面来钩织领口钩边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织片不做参考，只演示方法。在后片第3个短针统一入针位置接线，调锁针剩余的2根线。然后对照表格里的针法钩织。短针减针，挑后片和袖子靠近自己的半针钩织。
这里的短针剪针，挑袖子靠近自己的半针和前片钩织。对照表格把这一圈钩完。钩好后，与第一个短针引拔拉紧，预留点线头断线，这样领口钩边就完成了。全部完成后，将上衣套到主体上。这样上衣就讲完了。接着来制作连衣裙，由前后片、裙身、背带和爱心装饰组成。先钩织前后片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往返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起对应数量的锁针，然后从倒数第二针的里3开始钩织。来看一下，锁针反面有这样的一根根横线，这个就是锁针的里3。对照表格里的针法钩织。钩好后，第一行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把剩余几行钩完。最后的5个锁针钩好后，再钩一个锁针固定，然后再断线。接着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一个，钩好后不断线，这样前后片就讲完了。下面来钩织裙身，沿着前后片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 F 长针和 FV 长针加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取出刚刚断线的织片，把最后一行的正面对着自己，然后沿着针目钩织。到了锁针位置，调锁针的1到2根线钩织。钩好后，沿着前一个织片的针目钩织。后面同样
遇到锁针位置时，调锁针的1到2根线钩织，往下把这一圈钩完。钩好后，与第一个短针引拔连接，拉紧，第1圈就完成了。往下大家对照表格一直钩完第10圈。前10圈钩好后，接着来钩织第11圈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先立3个锁针起立，这3个锁针算作1针长针，接着钩一个长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个长针。接着钩一个长针，然后再钩一个长针加针，一个长针。钩好后对照表格钩织括号里的一组。钩好后，把剩余的组数钩完。钩好后，与起立针第3个锁针上方的2根线引拔，拉紧，这样第11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，把第12圈也钩好。钩好后，预留线头、断线、长线即可。这样裙身也讲完了。下面来钩织背带，背带有相同的2个，先钩织，然后再缝到裤子上方两边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起对应数量的锁针，我小样针数较少，然后从倒数第5针调里3开始钩长针，把这一行钩完。钩好后，预留约2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这样一个背带就钩好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一个背带。背带都钩好后，将它缝到对应位置。先把起针的线头在反面藏好。把预留的线头穿入辅针。
缝合时，背带正面朝外，在裙子前后片缝合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即可。缝好后打结长线，然后另取线，把另一端也缝好。缝合时同时固定纽扣。缝好后，也在反面打结长线即可，这样一侧就缝好了，将另一侧也缝好，这样背带就讲完了。接着来学习爱心装饰的钩织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，用到的新针法有 T 中长针和锁针一针的狗牙拉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环形起针，接着来钩织第一行，先钩3个锁针，然后在起针的大洞里钩3个长针，3个中长针，1个锁针，3个中长针，3个长针，3个锁针，最后钩一个引拔针，然后收好线圈。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端线。将线头再长一部分，
这样第一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二行，取出对应颜色的线。现在开始3个锁针的第一个锁针，挑1到2根线接线，接着在相连锁针上挑1到2根线，钩一个引拔针，然后钩一个锁针1针的狗牙拉针，先钩一个锁针，接着挑引拔针的前方1根线，钩一个引拔针，这样一个锁针1针的狗牙拉针就钩好了。继续再相连1个锁针，再钩一个引拔针，然后钩一个锁针1针的狗牙拉针，钩好后继续沿着针目钩一个引拔针和一个锁针1针的狗牙拉针，遇到锁针洞，在锁针洞里钩引拔针，钩好后，到了最后的3个锁针，按照同样的方法钩织。钩好后，在开始位置钩一个引拔针，拉紧，预留线头端线。
将线头在反面藏好。这样一个爱心装饰就勾好了。接着在这片正面粘一个钱币符号。这样一个爱心装饰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再制作一个即可。接着将爱心装饰缝到背带下方，在有纽扣的这一面缝合。缝合时稍微向两边倾斜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将装饰放在对应位置。注意，我这里用小样演示，裙身较短。只演示缝合方法。织片调反面表面的线圈，缝合。把这一圈缝完。缝好后打结长线。这样一个装饰就缝好了。按照同样的方法，把另一个装饰也缝好即可。将爱心装饰也讲完了。最后将连衣裙套到主体上。这样连衣裙就讲完了。